刚刚讲的，现在中国说开放就开放，开放了以后大家将非常紧张。我们昨天讲到的，现在美国也要管控，对，现在台湾要管控，日本要管控，南韩要管控，特别是意大利，因为意大利3年前流传到全世界，对，欧洲的破口就在意大利，所以意大利现在开始把，你还没有开放哦，对，我就开始，你中国的班机来了，我就要检查，太可怕了，有一个班机里面52是阳性的，而且现在全世界担心3件事。第一件事是中国现在疫情在全境大爆发，这种涡旋式的往上升，这种是很难阻止的。所以中国现在不分这个大江南北来说，很多地方都有非常多人过世，所以甚至有人说，未来1个礼拜是中国可能最艰难的时刻，会有非常多人就因为这样就走了。第二个是什么？所以说全世界去形容中国说那是螺旋性的大爆发。对，好，第二件事是什么？你们现在开放国境之后，你往外面去感染啊！现在大家担心黄祸或者2020年的武汉肺炎会不会再度重来，重启全世界？为什么这样担心？宝杰啊，意大利他们从12月26号检查中国来的班机，用这样检查，第一班班机有35个人，有38%人是阳性；第二班班机有52%是阳性，开始往上升啊！现在他们已经不敢38%、52%，这么多，他们现在已经规定说，你来的话，我就要直接做 PCR， 不分这样，你自己自费。那除了这个之外，宝姐就一个国家做的最坚决，那就是北韩。北韩它现在已经禁止中国人民进来我们国内了，北韩出手了。对，那同时之间，你只要目前为止入境到北韩，你都先关30天再说。所以让北韩害怕成这个样子。那你要还有第3个压力是什么？全世界都很担心供应链会大断裂。你过去呢，你封控的时候，你还可以闭环生产，现在你大爆发的时候，你要生产没有任何的工人来，所以现在接下来一段时间。对中国的疫情是非常艰难的，对全世界来说，经济也是相当艰难的一个局面。而且我们前2天讲说，你不是在北京开始大爆发，北京的八宝山那个是个那个主要是火葬场，对，您告诉我你已经进不来了。是，更夸张的是，河北有一个火葬场，对，因为要24小时火化，没错，整个锅炉大爆炸了。而且那事实上现在为止来说话，到底艰难到什么程度？它是河北的一个火葬场。它的锅炉烧到这样，居然就爆炸。为什么？因为你24小时都没有让它停炉之后，它的已经超能负载的一个状况。甚至在上海火葬场的话，现在宝姐你要排队，不好意思，你要排号码，然后先缴3万。我们现在你连排号码都要先缴钱才能够获得号码牌的资格，那更不用讲。广东的这个电报里面说什么？他说今天的这个殡仪馆已经爆满的一个状况，所以呢，现在中国大陆。南北啊，都在大爆发中间，死亡人数在快速攀升之中。好，所以我们知道，在抗战的时候有一个动员的口号，动员口号就把地不分东南西北，对，人不分男女老幼，你就要全面上战场。就刚刚讲的，现在中国就把这个当成一个运动来做。现在中国刚刚讲，我完全开放干嘛？我就希望大家赶快感染，变成一个集体免疫，你会造成多少的伤亡，完全不在乎。对，就真的发生了。从北京、上海，现在。珠江三角洲大爆发了，他们现在的爱国卫生运动正在推展之中。那你看，实际上根据哈佛大学的公卫专家说什么？他说，未来几个月中国的前途将非常的艰难，在没有接种疫苗的状况之下，情况会变得更加糟糕。他当时在12月14号的时候预估会有200万人死亡，但是他说现在恐怕会更高，增加。为什么会更高？因为他说他现在才知道说，原来中国只有8万050名的医生啊，还有22万名的护士啊，就是中国全境只有这么多，就没想到现在是这样，现在他们的医生所有的科室里面的所有医生都被感染，所以现在医生被感染，护士被感染，大家都被感染的状况之下，你的医疗量能更是不够，那加上说你的病床数也不够，所以这种交互之下来说的话，会死伤更严重。所以现在所有的医护人员已经没有办法，你不管怎么样，你只要没有烧到38度，不能工作为止，你就要给我工作。现在他们在动员，在操着这些所谓的医疗体系在往前进的一个状况。他们现在有一个报道就提到说，他们现在的医疗机构的医护人员，你非必要不要核酸，你非必要你不要做 PCR， 甚至你就算已经出现了你的新冠症状，你开始发烧，你咳嗽，你只要没有倒下去，你就要继续工作。所以你看现在整个医院来说，真的完全超载。你看，因为中国各地的医院目前都是完全人数大爆满，甚至你看上海的医院是人山人海，所以现在整个中国我觉得已经处在医疗崩溃，已经在进行之中。